大家好，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现场。今天是2025年5月1号，5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那么，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我们今天的直播是从9点半开始，计划直播1个小时。现在是美东时间9点半了，现在已经开盘了。那么现在这个盘面，我们看一下。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先看一下美国的这个标普指数。今天是一个高开的一个情况，对吧？现在高开的最高点5626，受到昨天盘后微软还有这个 Meta 的这个财报的刺激，都是大涨。微软现在是大涨10%。Meta 现在是涨了7点多，对吧？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财报。那么受到这些提振，现在今天大盘是一个高开，希望不要出现高开低走补缺口的一个状态，对吧？今天毕竟是带一个缺口的，那么这里是有一个缺口，现在有一个缺口，但是前面这个缺口已经补了，这两个缺口已经补了。我们看一下这个裸 K， 这个缺口已经被补掉了。这个缺口已经被补了，但是现在这个上来的之后又出现一个新的缺口，这已经是第二个缺口了，对吧？所以说，补缺口也是一个行情，缺口补不补也代表了一个多空强弱的一个表达。缺口不补代表强势，缺口不补代表强势，对吧？那么如果说今天一个高开低走把缺口补了，说明是偏弱势的。这是缺口的一个在技术上的一个含义。那我们看一下现在这个盘面，我们之前说过，周线上已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周的底分型。周线底分型出现之后，之前跌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也说过，一个非常重要的均线120周，120周之前最低的时候是轻微的跌破过120周。但是做了一个非常，现在回头看是非常牛的一个空头陷阱，但是在当下的时候应该是还是比较吓人的。你能不能够识别出来这个，然后利用这个空头陷阱进场，对吧？你买在空头陷阱了，那不是买了就涨，你或者说你买在了一个对心理上特别有优势的这么一个位置，对吧？它买了之后它就不跌了。所以说，能否买在空头陷阱的位置，或者说能否识别出来是否是空头陷阱还是多头陷阱的时候，这个其实是非常考功力的。那么在周线上已经有周的底分型了，所有的这些我圈出来的这些，在周线上只是一个周的底分型，周线上的一笔上涨还没有出现，现在是在生长过程中。那么在它的次级别，就是周线的次级别就是日线。对吧？现在看这个水印儿，我的在做直播也好，在做解盘，所有的股票分析后面都有水印儿，大家能够看到我讲的这个周期，因为在缠论里面，周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一个因素。那么不同的周期代表你的交易的这个策略，代表你的仓位，代表你的方法都不一样，对吧？你交易日线的1分钟、5分钟的周期和你交易日线。周线、年线这种大周期的方法肯定不一样，仓位肯定也不一样，对吧？所以说周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现在在日线上，4835上涨还是一笔。那我们看一下它的次级别，也就是它的这个1小时上的结构，我们再复习一下：4835起涨点进入段，然后回档构成中枢，构成中枢之后再离开，再次回档。构成了一个小三买，小三买之后开始脱离中枢，然后再次回档构成第二个中枢，前面就是 A 中枢，模型里面 A 中枢，后面就是大 B 中枢，然后开始走离开，对吧？现在就是开始尝试脱离这个小 B 中枢，如果脱离不开的话，被拉回来，那就是再继续中枢震荡。在缠论里面给到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标准，什么情况下不再围绕中枢继续进行震荡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三买或者三卖，在出现三买之后，意味着不再围绕下面这个中枢在做震荡，继续做中枢震荡了。
它要往上生长了，对吧？它确实是出现3买之后再打一个小高点，一般出现3买或者出现3卖之后再出一个小高点，如果是3卖的话，那再出一个小低点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如果说你是交易一个短线的话，那么3买进去之后，只要突破前面的小高点，你就可以卖掉，这就是一个非常的成功概率非常大的一个短线交易。买入3买点买入之后，然后再次出现高点之后，出现盘整背驰，你就卖掉，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操作策略，对吧？那么如果说出现3买之后，这个拉升的特别强，然后不背驰，你当然可以拿一拿了。所以说交易的时候，你要根据当下的实际走势来评判，现在我是继续持有，还是要减仓，还是要全部卖出，都是要跟当下的情况来的。你所有的预判，你这也只是预判。那么等到真正要交易的时候，一定要根据当下实际的情况来，而不能说我现在预判是它走一个上涨之后出现高点了，然后我就卖掉。但实际情况是它一个跳高往上走，难道你还要卖吗？你肯定多拿一拿嘛，对吧？所以交易的时候不要一根筋。很多人交易喜欢一根筋，或者说有一个万能公式给到你，这个公式套到所有的里面都可以用。这个其实是一个心态上或者学的不够你可能理解的不够全面的时候，会容易出现这种。但是呢，在你没有很多的这个方法之前，用简单的也没有问题，你起码不亏钱，对吧？你只是利用底分型买入，顶分型卖出，这么简单的一个策略也可以啊，你也不需要猜的，因为在缠论里面明确的告诉我们顶底分型是如何构成的，如何定义的，有明确的定义，你不需要去猜这个位置是不是要出现顶，它出现顶分型就出现顶，顶分型就是顶分型的简单的这个话语在缠论里面，对吧？说顶的时候就指的是顶分型，说底的时候就是指的底分型。那么现在它在怎么演变呢？我在最近这几天的直播的时候一直说，想要观察当下位置是一个强势还是弱势的话，就看它在当下周期最后一个中枢的何种位置。这是当下周期最后一个中枢的位置在这里。那么这是当下的价格，在当下中枢在上方肯定是强势啊。这应该是不难理解吧，对吧？在中枢上肯定是强啊，在中枢下是偏弱嘛，对吧？在中枢中那就是在做震荡，这就没有什么可以说，或者说没有什么可以质疑，或者说没有什么可以杠的吧，对不对？所以现在是表达一个强势，那么想脱离这个中枢，那么它可以一直往上走，可以一直往上生长，它的次级别可以由多个中枢构成，对吧？如果说发现次级别走不动了，它的内部有小中枢，比如说2个、3个极端情况的话，那么它就会被拉回来，因为你想逃离这个中枢的吸引力，每一个中枢对它想逃离这个中枢，这些比呀，都是想逃离中枢。前面这个也可以反过来看，它是想往下逃离中枢，但是都没有逃离开，逃逸速度不够强的话，它就要被拉回来，对吧？这个是被拉回来了，那么这个位置如果说拉不回来，那就形成了3买，还可以有高点，或者说3买转2卖，2卖就是不出高点就是2卖，3买转2卖，出了高点就是3买转1卖，对吧？这些模型一定要非常熟悉，那你只有在非常熟悉的情况下才知道它的这个后期的变化。那么现在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从5433到现在的最高点5626这一段的内部，因为在1小时上我只有一笔的结构，我看不清楚，想要看得更清楚，我肯定要降低周期呀，这就是区间套给到我们的方法。降低周期，看一下15分钟上只有一笔，或者说有3段也可以，这里也可以看成一段，就是一笔上一笔下一笔上3段。但是你要降到5分钟的话，就是有中枢了，我这里已经画出来了，这个跟踪起来就更清楚了，对吧？有中枢，那么分析起来就更简便一些。这是在做这个中枢震荡3段，进入段开始离开。那么一旦有了中枢，有进入段，有离开段，那你就可以比较一下力度了，看一下进入段跟离开段的力度比较，
比较它的目的是看有没有背驰，对吧？这个进入段这么大的一个空间，那么离开段到5594是等比例，也就是说它们俩的空间相同，但是现在的价格是在5594之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段不背驰，意味着这段的离开跟进入段比较没有背驰啊，说明它的力度强啊，没有背驰它就可以继续生长，它就可以继续往上涨，甚至涨到1.618也可以，对吧？它可以一直到这里，它的内部才开始出现背驰，然后出现回落，回不来还是300。虽然说我们看的周期是5分钟上，你会发现5分钟分析方法跟我刚才在1小时上的分析方法没有区别，对吧？所以说你只要学会了这个分析方法之后，任何的周期都可以用得上。那么这就是在5分钟上。那么现在虽然说在5分钟上它的离开段，就这段离开没有背驰，那么我们想看得更仔细，它在干什么呢？那只有再次降低周期，我就要去看一下它的1分钟上，对吧？看一下1分钟上在干什么。这就是我昨天在这个直播的时候跟大家一起用1分钟做例子，给大家一起盯盘，一起这个类似看一个走势是如何生长的。那么昨天利用了一些时间。那么在1分钟上，它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中枢，看到没有？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中枢，而且这个中枢是肯定是超过9段的，肯定是超过9段，我们就不数了。那么相当于这个中枢在1分钟上，这个中枢的这个级别是很大的。你想要结束这个生长的话，你需要在上面再次生长出来第2个大中枢，才有可能结束这个生长。也就是说，再次回到5分钟上，5分钟上这一笔想要结束的话，这个次级别有一个小中枢，在这里需要再横出来一个中枢之后，才可能结束这个小 B 段，就是在模型里面画一下模型。这是模型里面小 a， 模型里面的大 A， 模型里面的小 b， 模型里面的大 B， 模型里面的 C 小 C 段，对吧？那么现在它就在这个小 B 段，在这段。所以小 B 段还没结束呢，就在5分钟这个周期上，它是在走小 B 段。小 B 段结束之后，它可以在这里生长出来一个大 B， 然后再一个上涨。也就是说，在5分钟上它的结构都不够饱满。所以说，你要一点点的把周期结合起来之后，你就知道怎么分析了，你就知道该怎么分配仓位了，你就知道你现在应该做什么了，对吧？现在连1分钟上都没有结束的可能，那你说你会去做空它？或者说你会去这个减仓什么的都不应该呀，连1分钟的向上生长都没有结束呢，起码要等待，起码1分钟上这里走出来一个中枢之后，才可能结束这个的一段小 B 段的结束。小 B 段结束之后，5分钟还没生长出来的，你着什么急呢？对不对？这就是现在这个标普指数的一个状况。那么大家可以提问这个你们想关心的股票。这位朋友问，这个叫 Ank 的朋友问，谢谢你，如果觉得好的话，可以推荐给你的朋友。买单、停损、停利都怎么抓？就是你所谓的停损停利，就是止损止盈嘛。止损止盈就看个人的情况，还看你的这个交易的周期，对吧？这个就非常的个性化了。我一直说，在我的直播中一直说什么呢？交易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一个事儿，个人的一个事儿，一个很 personal 的一个东西。你每个人的资金量肯定不一样吧？你可能有1个亿，那个人有1万，你说你们俩的交易策略能一样吗？对不对？你可能一次买入可能就买个30%，他可能一次买个5%，对不对？然后他可能如果说资金量小的人，那肯定做的非常短，天天做日内，做1分钟，做5分钟，因为周期越小，它的震荡越大，那么它的机会也越多，他可能每天要进进出出10几次。那你资金量1个亿的，你想想你一天可能1个月你都不一定操作1次，对吧？然后再讲到止盈，那么如果说它的资金量只有1万的话，那可能涨个10%。20可能就很满足了，甚至5%几的就很满足了。你1个亿的，你可能你的这个胃口可能更大，或者说你的那个，因为你的资金量大，可能1%你就满足了。
对吧？所以说不同的资金量，不同的这个还有性格，有的人的性格就非常的这个有耐性，非常的这个慢性子，他就不喜欢这个急急躁躁的，或者说看到这种这个快速上涨或快速下跌的，他会很有耐心的等待机会。但有一些性格就比较急，对吧？见着涨了就想追，见着跌了就想割。其实每个人的性格也不一样，所以说你想要找到一个完美的这个止盈止跌，或者说这个止损的一个方法的话，没有。那如果说你要套用公式的话，就是你在进场的位置，打个比方，你在4835进场了，那么就你的止损，如果说你是做日内交易，或者说做短线交易的话，你肯定把止损放在这个下面一点点。如果止盈的话，那你就可以利用黄金分割了，或者说利用可能的这种压力位来止盈。但是这些止盈止损其实都更多的是给这些做日内交易的人或做超短线的人是需要止盈或止损的。如果说你的交易是长周期交易，或者说你的这个是投资交易，对吧？其实投机都无所谓的，只不过就是很多人愿意用不同的名词来这个区别两个，但是其实意义它根本是一样的。投资也好，投资也好，都不过就是为了赚钱嘛。可能投机的话，可能大部分人是短周期交易。投资的话，可能是很多人觉得，像巴菲特一样，投资买了股票就是一辈子拿着，对吧？长周期的，所以周期不一样，其实本质上是无所谓的。那么你在交易的时候，如果说你是一个投资的话，长周期的话，你可能是分批进，对吧？你就不止损。我选择了一个股票，我的这个基本面非常好，比价关系也非常高，那么你是不止损的，因为这是缠论的。这个缠论很多人其实比较误解它，以为觉得就是一个技术分析系统、技术分析理论，其实这是最大的一个误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缠论是一个3个维度选股的这么一个东西，它是基本面加上比价关系加上技术面3方面，不是一个技术面就管了所有的。如果说你利用基本面、利用比价关系选好了你的标的之后，然后再看技术面，对吧？技术方面有没有位置，可不可以进场，可不可以在哪个位置可以买一点，是不是可以建仓了，对吧？这个是在基本面和比价关系选好了之后的前提下才看技术面的。如果说这个公司很差，或者说这个行业很好，但是这个公司所在的这个行业它不是龙头，比如说我一直拿英伟达跟 AMD 做比较，说明这个基本面和比价关系的意义。因为 AMD 和英伟达是主要的竞争对手，都是在芯片行业，而且英伟达是龙头， AMD 可能是老二，对吧？然后可能是那个英特尔。所以说你每一个行业你选出了行业，首先选行业，然后再选公司。那么每个行业只做龙头，你是不做行业老二的。像 AMD 你根本就不能进入你这个选股系统，所以说你连它的技术面看都不看，晓得了吧？不是每一个股票你都要看它的技术面的，它首先要进入你的选股系统，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选不好股票，或者选不好，你选对了行业，你选不对股票也不行。每一个行业只做龙头，这是一定要这因为赢家通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很多人喜欢玩那种在底下趴着的这种也不行，为啥呢？因为在底下趴着的这种，他没有机构，我们这些小散户是坐轿子的人，你是没有能力抬轿子的，对吧？那么在底下趴着，说明没有机构或者没有大的这些大鳄呀，没有他们关注，那也不行啊。你虽然看好这个行业，但是其他的机构不看好，有啥意义呢？你一直在这里趴着。当然了，如果这个公司有分红的话，也没有太大问题，你可以，但前提是你的资金量够大。如果说你只有1-2万块钱或者几万块钱，你吃分红也没有意义呀。你像巴菲特那种吃分红肯定有意义了，他的那个吨位，他那个体量，那么吃分红就够他花的了，对不对？所以说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制定你的这个操作方法，不要这个人云亦云的。哎呀，巴菲特这么干，我也这么干，那不一样啊，情况不一样。好的，这是针对这个朋友问的止盈止损该如何设置。
那么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我们可以先说一下，先看一下，大家可以继续提问你们关心的。那么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我们可以先说一下今天要出财报的这些。这个苹果今天盘后要出财报了，苹果5月1号周四盘后要出财报。那么昨天微软和这个 Meta 的财报都比较好，微软现在是涨了9%点多，Meta 是涨了4%点多。那么看一下苹果，苹果今天要交作业了。苹果在昨天的时候我们也基本上讲过一点，在它的大周期上，看一下它的大周期，在月线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图形，也就是说月线上现在是有一个中枢，月线上有个大中枢，然后这波回拉是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对吧？前面也有个大中枢，但是前面这个中枢的级别是大的，这个中枢的级别是季度的这个中枢，这个中枢是月线中枢，它是不一样的。那么现在这个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了，但是现在尝试要脱离这个中枢，对吧？这个回拉也够比，所以我们现在关注的重点就是260到169结没结束，对吧？只有下跌结束了，开始转折了，你做多才能赚钱。如果说现在只是一个短周期出现一个反弹，然后继续延续下跌，那你做多肯定就亏钱。我们赚的是走势延续的钱，就是走势上涨延续，那你做多就赚钱；走势下跌延续，你做多就亏钱。所以说我们要关注的就是这段内部结构，对吧？如何看它是不是要延续呢？用我们缠论来分析的话，就是它这个走势结构是不是饱满。如果说它的内部结构是这么一个结构，已经很饱满了，那么我们就说它这个结构很饱满，那么要转折的可能性更大，对吧？所以这里也没有100%的对应性，走势饱满它也可以一直在下面沉着。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我们一直说的这个模型，这个结构很饱满了吧？但是在这个位置它不意味着马上就要抬起来啊，它可以在下面一直这样横，然后这样然后再起来，对吧？也是可以的。所以说任何一只股票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那么现在在这个周线上，刚才我们看了，从260到169是月线上的回调一笔，在周线上，也就是本周期是3段，现在开始出现可能的第4段，现在只有4周，然后但是出了高点了，这是比较好的。前面这周的高点212.94，那么本周的高点213.85，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如果说继续往上走的话，我们就要关注能不能够碰到前面这个小高点。如果说能够碰到前面这个小高点的话，那么意味着这里就是基本上有转势的可能了，也就是说这里有希望能够生长出来月线上那一笔。至于这一笔是只能是到前期260附近，还是说能够再次打一个高点，还是要根据当下情况来看。它这个走势生长是一点点生长出来的，你在当下这个情况，只有4根 K 线的情况下，你是没有办法判别的。所以说为什么说预测无用呢？为什么说预测我无用？因为走势是生长出来的，在当下你是没有办法知道之后的事情的，你是有一点点来做。那么在做的时候，就是在这个位置先进去做，然后169，比如说你把止损放在168或160都可以，有一个防守位，对吧？一旦跌破了那个位置，因为你的进场的依据就是这个底分型，如果说被破坏了，说明你进场的依据没有了。那你为什么还要拿着呢？对不对？所以说你一定是有一个进场依据的。那么现在看一下这4周，日线上3段，很清晰的3段。然后我们现在比较一下这3段，目测的话，第3段是短的，空间是小的，对吧？才到 0.5。那么如果说往上走，看看能不能够到等比例。如果说财报是好的话，10%，对吧？一般苹果的这个盘后财报的波动没有那么大，一般到 5% 就差不多。我们看一下，如果说到200天这里 7%，对吧？所以说如果说财报好的话，能够往上冲一冲到这2个位置。如果说财报不好，那就是要回落呗，对吧？如果说回落的话，我们就回过来测，看一下到前面这个低点189的话，10%，这已经很大了。如果说再到前面这个169这个低点
19%、20%。所以说你要做它的这个赌它财报的话，就两边压，不要压单边。财报就是比较忌讳的就是压单边。如果说你真有这个水晶球的话，你真的知道内部消息的话，可以压单边没有问题，对吧？这是你真的，因为很多人消息非常灵通，或者说有很深的很牛逼，他有很多内部消息，对吧？那这种人可以压单边没有问题的。那么你没有这个的时候，你就不要压单边。压单边的话，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说压两边都可以做，这样的话有很多的期权策略都可以做两边的。这个我就不仔细讲了。那么压之后，你就可以这就是你的这个位置啊，对吧？有了这个空间的话，你就好做了，两边都做。那么哪边涨你就留哪边就好了。所以这就是现在苹果的一个状态。我们把这个先清掉，然后再看这个亚马逊，亚马逊也是5月1号盘后要出财报。亚马逊现在目前是涨了2.2%，它主要是昨天这个苹果和微软的财报啊，这个不是苹果呀，这个微软和 Meta 的财报里面都提到了这个数据中心，尤其是微软的，因为在数据中心这个在云这个方面的话，亚马逊是老大呀，它的市场占有率是最大的。那么老二是微软，老三可能才是谷歌，所以说它也是受到这个苹果财报的一个刺激，也是今天一个大幅上涨。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看一下月线上有没有什么结构，月线上回来不够比，也就是说现在还是在81.43上涨的这个结构中呢。那么周线上现在开始出现周的中枢了，对吧？那么周的中枢要调整一下，它的低点在这里161.38，这是这个前面这个低点，我们可以把它换到这里来，也就是变成了周线的这个上沿儿，然后最高点242。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来看，那么从81.43上涨，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这个1、2、3、4、5，先走一个5浪，然后2次回落，开始构成中枢。这里是只要161.38扛得住的话，这里就要生长出来一笔，对吧？现在周线上只有4根 K 线，周线底分型也出现了。我看一下裸 K， 还踩到了这个120周吧，踩到了120周上，看到没有？120周也对它来说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均线，长期均线120周。所以这里如果说要生长出来一笔的话，那就是要生长出周线一笔来。你也可以从最高点测一下这个回落，或测一下它的这个潜在的压力位，看能不能够到0.5、202，甚至是到这个211，对吧？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周线上就测一下它的空间。从现在价格到0.5的话，7.56%到0.18%，12%，对吧？苹果亚马逊的话，一般基本上就是这个5%到10%的一个震荡空间。所以说，你如果说要做它的话，就看一下这两个位置就好了。如果说往下来的话，那就可能要再次跌破161.38，做一个空头陷阱。看一下，如果说跌破它的话，13%，对吧？上下10%，上下10%的空间。如果说在回拉的话，假设回拉，但是不能够跌破161.38，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次级别的二买。如果说有回拉的话，是非常好的次级别二买。如果说跌破了161.38，那就是次级别出现背驰的时候也可以进。就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次级别。这就是以242作为最高点来分析。我们看一下它的日线上，那么242以来，这是因为它有一根 K 线，所有的大部分的 K 线，大部分的公司这个在4月9号那天，4月9号那天，也就是特朗普发推文说，不再继续对这个除中国以外的国家就暂停90天那天，4月9号就这么一个事件驱动的。那么当天亚马逊是涨了11.98%，对吧？大部分公司的大部分图形上都是这么一个图。有一些像那个谷歌了、苹果了，他们是已经出现高点了。
但是在这个亚马逊上还是没有出现高点的，你只有突破192.65这一笔才反弹成笔。那么在日线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结构。我们现在只关注242.5右侧这些，我们把它日线上的结构给它画一下。那么这里是之前画过一次，然后这里反弹是够一次，然后再回来。我这一笔啊，可以先画到这里。我们画完之后，先说一下画它的原因。我这样画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首先从242.52下来，这是1、2、3，1、2、3，这是3段，对吧？然后这一笔画到这里，这里可以用递归的方式，因为在缠论里面，从最低到最高，这3笔或递归成线段，这是一种画法。还有一种就是也是从最低开始画，但是不是最高，这是次高，前面这个是最高。但是这个红颜色的也是线段，因为在缠论里面对线段的定义是什么呢？是3笔就可以构成线段，没说从最低点画到最高点。所以说你尤其在这个周期比较大的时候，比如说这种日线这种周期的时候，我就可以这个从最低点画到次高点，这样的话也是一个线段，对吧？所以说利用这个办法的话，我可以先画到这里，然后它的回落是够笔的，因为它这个回落这一笔是够的，这一笔是够笔的，然后上涨这一笔也是够的。这样画的好处的话，我就有3笔了，这里就已经有3笔。那么跟刚才那个苹果不也一样了吗？对吧？你利用这个方法也是可以测一下它的这个反弹的位置。哎，这又跟刚才苹果一样了。现在你看到这个关键位置没？为什么今天顶到这儿来了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最高点191.18，看到没有？今天最高点191.18，等比例在191.35，你挂单都能挂在191这个位置，看到没有？如果说你能够知道这个方法的话，你挂单都能挂在191。那么现在是187，从191卖掉，现在假设你188买回来的话，你这3块钱的这个利润又打出来了，差价又做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说，技术分析就看你怎么用。很多人说技术分析没有用，这个没有用，那个没有用，你画条线就管用了吗？对吧？很多人都是这么一个论调。但是如果说你懂的话，你不懂当然什么都没有用了。你真懂的话，我就可以挂在191这个位置，或者说到了191这个位置，我可能就减仓，或者说甚至去做空的，你有这个能力的话。对吧？所以好多人抱着一个怀疑的论调，对这个技术分析，那就是有失偏颇了。我觉得你不懂的时候就不要瞎说，好吧？那么现在这个到了这个关键的等比例的位置，就看今天盘后了。如果说往上冲一冲的话，就要可能去1.018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到这个1.018的这个空间，9%，对吧？刚好这也是一个120天在这里。120天在这里，200天在这里，对吧？到120天的话是11%点多，就10%以上。如果说到200天的话是5%，基本上符合亚马逊盘后的一个状态。你要么是到120天，要么到200天，就是5%或10%的一个空间。如果往下来的话，我们看一下往下来。如果说往下来的话，那就是这笔要回落。那么这笔回落的话，前面这2个小低点就关键了，要么是到165这个附近，要么到161附近，我们也测一下空间。如果说到前低的话，就次低点是11%，如果说到前低的话14%，对吧？这边也是10%以上的一个空间。所以说，而且这里也有一个小缺口，在日线上这里也有一个小缺口，基本上就是5%的一个空间，对吧？5%。所以说，你可以利用这些，跟刚才这个苹果的策略一样，两边下注。好的，这是针对这个亚马逊。然后我们继续看，就是这些出财报的比较多。这个 MicroStrategy 也是5月1号盘后，因为今天这个MicroStrategy 呢，它跟这个比特币的相关性现在是非常大的，很多人把这个 MicroStrategy 当成3倍的比特币的 ETF 在玩，对吧？因为它
现在公司主要成本就是所有他持有的这些比特币。他的这个 CEO 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人，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网上有很多他的视频。那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从这个起涨点 13.26 这里上来之后，这里周线上是有一个中枢了，周线上有一个 A 中枢，然后开始离开走小 B 段，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都是小 B 段，在模型里面都是小 B 段，在周线上。那么在小 B 段，它内部又有结构了，1、2、3、4、5，小 B 段已经开始走第5浪了，或者第5笔，第5笔现在也已经生长出来了，而且第5笔也是满足比的定义，对吧？然后我们看这个，现在关键在哪儿呢？看 MACD 如果说能够出现一个空中加油起来的话，那就牛了，那你可能再次去这个543这个位置。从现在的价格，你也可以从最高点测一下，现在谈了多少了，已经到 0.5 了，对吧？那么如果说它的这个财报好的话，再次到 0.18 也是轻而易举的。我们看一下空间，7%到8%左右的一个空间，就是冲到 0.18， 所以说这个 0.18 就是它盘后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424附近，或者说再往上一点，430趋整的话，如果说能够非常有力度的冲上424的话，你就要注意了，那可能就微转了，它可能再次去突破543都有可能的，只要力度非常强，那么这里就可以出现一个空中加油 ，MACD 空中加油往上走。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如果说有力度突破424的话，你就不要去做空它。那么强势的情况下，你做空，你不是找死吗？对不对？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这是往上走，回来的话，那就看能不能够出现这个一个深幅的回落。你也是一样，还是测这个 MACD，这个黄金分割，对吧？看看它到这些能不能够到 0.018 呀？如果说到 0.018 的话，25%就比较大了。如果是 0.382 15%，就是这么一个大概的一个空间。所以说回落的话，因为它现在这段上涨还是比较强势的，连周线的顶分型都没出现，对吧？那么我们看一下这段的内部，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那么内部结构3段，231上涨清晰的3段，而且之前我们也测过，它已经突破了 0.018 了。不背驰，第3段不背驰。那么在第3段不背驰的情况下，我们还要看什么呢？就看一下第3段自己的内部。第3段自己的内部一样的办法，利用曲线套看一下它的1小时，这是我们之前分析过的一些痕迹，把它清一清，然后看一下它的1小时结构。那么这个是它的次级别15分钟的，我们把这个都清掉。我们现在只关注1小时，1小时这里有过一次回落，这里也有过一次回落，但是呢，这次回落是不够比的，1小时上是不够比。那么第一次的回落，我们把它画到这里，然后，这里也有回落，也不够比，说明它这个1小时上走的是非常强的，1小时上只有3段。我们说一下它的1小时上。这里是1、2、3，所有的这些都只是一笔，这些所有的回落都不构成笔。按照缠论的这个笔的定义的话，都不构成笔。所以说现在是在走这个，还是在走第3段。那么如果说财报不好的话，那你就看它能不能够回来第4段，碰不到前面的高点还有5的，对吧？也就是319.75。我们现在测一下，它如果说要回落的话，到这个120均线17%，这就很大了。所以说啊，它真要是回来的话，你也可以从这个起涨点测一下。如果说只能到这些位置的话，你肯定要做多呀，因为只是一个1、2、3、4的这个4浪回撤呀，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相对的非常清晰了。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有位朋友提问，严小波 NVD 是什么呀？是英伟达吗 ？NVD 我不知道你说的 NVD 是什么。
如果说是英伟达的话，是 NVDA。我们就假设你问的是英伟达，好吧？因为 NVD 的话，我没有看到有美股。是英伟达对吧？你问买明天到期的期权，这个问题我这个问题我怎么跟你说？问能不能买明天到期的期权？你说要买，假设我告诉你一个，哎，你赚了，你那个你买个100万的，对吧？明天咵一赚，那个赚个50%，你非常高兴。但是明天如果说你买明天到期的期权，咵亏了，亏50%，你是不是得拿刀来砍我？是不是？我怎么给你答案，对吧？而且你首先做的是期权，而且是明天到期的期权，这我怎么给你答案，对吧？我没有办法给你答案。所以说这种问题，我建议你尽量不要在这里问。没有人能够告诉你应不应该买明天到期的期权，这种问题没有人能够给你答案，对吧？你就是根据你自己的知道的，你就去买，或者是去卖，或者说不动，这是只能是你自己给到你答案，没有人能够给到你明确的答案，明天是涨还是跌，或者说明天你能赚还是亏，对吧？没有人能够承担这个责任。你如果说连自己都不能够承担这个责任的话，你还交易什么呢？对不对？所以说这么风险这么大的一个操作，只有你自己才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是不影响我们来分析英伟达的图形。我们看一下英伟达图形，在英伟达的周期上，首先在这个10.81这个起涨点，它的这个结构跟刚才那个亚马逊很像。10.81起涨之后也是3段上升，然后2次回落，现在构成了这个潜在的这个中枢。现在这个中枢在周线上只能说是潜在这个位置，因为它这个这笔生长还没出来。那么没出来之前，你就不能说前面这段结束了，对吧？所以说它还可以继续打掉86.2，在周线上它打掉这个就是前面下跌延续嘛。那么下面又有120周就上来了，那么基本上踩到120周会得到一个更大的一个支撑。你看它前面这里120周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撑点，这里都没碰到过120周。所以说如果说真能踩到120周均线的话，在80附近吧，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支撑的位置。那么就是在周线上，我们现在期待的是周线上能不能够生长出来一笔来，对吧？周线上生长出一笔来，你也可以把周线的这个中轨给它加上。这里已经有了。那么现在离这个周线的中轨已经很近了，但是现在是有4根 K 线，我们看一下这4周这4根一样。它这个图形跟那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亚马逊也一样，也是利用递归的方式我画的，从86.62画到114.1，这是一个递归的方式，因为最高点在这儿呢，在4月9号那天，4月9号那天是最高点，但是不影响我们这么画，对吧？我们这么画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可以有3段，那么现在也是刚好到了这个114.08这个位置，对吧？到了114.08，这是个也是前高嘛。也是一个前高的小位置，所以说出现有压力，出现一个卖盘，不是很正常的吗？任何的冲到前高，或者说回拉到前低，都有出现买盘，这都很正常的嘛。前高前低都是天然的就形成了一个阻力位置，或者说支撑的位置，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分析常识。那么现在冲到这个位置了，那么你现在让我预测明天能不能够涨，或者明天能不能够跌？那你得给我1个亿吧，你给我1个亿，我可能告诉你明天能涨还是能跌。如果说你不能够给到我的话，那我就没有办法告诉你，因为我不知道啊，对吧？所以说明天涨或跌，那就看后天我告诉你，好吧？后天我知道涨跌之后，我再告诉你明天是涨还是跌。这样的话，我能给你到一个100%的答案。所以说明天是涨是跌不知道，你所能做的就是跟。那么你如果想赌的话，那你就去这个投硬币也可以，也能够给到你一个答案。但是那个的概率只有50%，对吧？是涨是跌，你投硬币，告诉你明天是涨跌，给你50%的概率，也比你瞎猜强，好吧？所以说现在就是到了这么个位置，可以上可以下，这就是英伟达的一个状态。我们继续说这些要出财报的，看一下这个 Airbnb， 也是明天这个5月1号盘后要出财报了。这个票是之前有一位朋友一直在做它，我们之前也是跟踪过一段。
我们看一下这个 Airbnb 的一个整体结构。那么它的结构，这是我们之前分析的，从81.9上来之后，一直没有破坏这个大结构，周线上一直有一个大中枢。那么把它这个周线中枢的这个应该月线上也回落过一次，我们把月线上回落过一次之后的结构给它补出来。这里是出现过一次上涨，但是被这个破坏掉了。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月线上这一笔直接画到 99.88。那么现在其实它在这个214、219啊，219下来以后，它这个结构我们看一下，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型的一个做了一个月线大中枢，其实在围绕月线大中枢在做震荡呢，对吧？那这里其实可以再回到这个月线中枢来，然后或者说再次离开跌破这个81.91。你看我这里还标出来了它的 IPO 的时候的价格 ，IPO 价格68，一直还没有跌破过 IPO 的价格。那么现在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月线的大中枢给它画出来，那完全可以再拉回去，完全可以再拉回到月线中枢。我们也可以把月线中枢的中轨，现在是月线的这个底分型还没有出现。如果说今天这个财报好的话，那就会出现月线的底分型。那么想要出现月线底分型，那就要突破上一个月的高点，也就是125.99，那么月线的底分型就出来了，对吧？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利用这个大周期，先看它的位置。大周期的好处就是找方向。大周期有点类似一个 GPS， 你拿着 GPS， 你要看到你现在从高空看，你现在处在什么位置，对吧？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再次利用期权套到它的次级别、它的小周期，再去找能不能够做交易。那么在周线上，这里是有过一次回落，但是它这3、4根是破坏了这个结构，但是也不影响。我们把它的这个图形给它清理一下，因为它这个图形现在比较乱。我们现在整体关注的就是这个170下来这段。那么我们把它这个结构给它补出来，这里是有一个周线的大中枢，然后这里回落一笔，我画到这里，然后目的是要画出来上涨这一段，就是要体现出来这里有过一次尝试。它在尝试这个脱离这个中枢，然后又被拉回来了。好的，我把这个清理完，我们来说一下它的结构。好的，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结构，对吧？从170跌到99.88，这个所有的这些在月线上只是一笔呀。看它的结构，进入段构成中枢，然后再次离开，现在又被往回拉，对吧？任何的中枢我刚才说了，任何的中枢对想脱离它的这个线段或脱离它的笔都有吸引力。你往下走的话，它会往回拉；你往上走的话，它也是往回拉，对吧？所以说就是想脱离这个中枢，那也要出现3买或3卖。那么现在这个4周或4根 K 线没有3买或3卖，还没有出现，那么就看今天财报了。我们看一下裸 K 的话，这里有这个120周在这里，200周在这里。基本上在135附近，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压力位置。我们可以测一下，如果说要是盘后财报好的话，到120天7%，到200天8%，对吧？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压力的位置。那么如果说更强一点的话，当然是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了。那么你也可以把这个中枢的这个下轨下沿40.82， 140.82。所以说这也是这个一个压力位置。如果说要回到中枢里面来的话，13%，对吧？所以说测出来这些位置的目的是，你如果说在盘后做这个的话，你肯定要减仓了，因为到了一个明显的压力位置，因为前面这些人都被套在这里面嘛，你到了这个位置，他们解套的话，肯定要卖呀。那卖压一出来，肯定就要下来，对吧？这就是这个测这些位置的目的。如果说它非常强势的突破了这个中枢，那你可能多拿一拿。那有可能希望再次突破前面的高点都可能的，你也可以把这个上沿也画出来148，所以说148到140这个区间就是这个用来判断多空强弱的。如果说在140之上，你肯定多拿一拿了；140之下，如果说短期反弹，甚至是不能够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那就形成了一个周线的3卖，那还要再下去呢，对不对？如果说要回来的话，看一下到前低有多少。
19%，那这个空间就大了。那我们就需要再次降低一个小周期，看一下这四周，看一下最后这4周在发生什么。好的，这就来到了它的这个日线上，这就可以交易了，对吧？那么在日线上，它其中这一笔不够比，但是回落是够比的，然后上去又够比，所以说在它的次级别上肯定是3段，次级别肯定是3段。那么你也可以测一下这3段，它现在是在0.618，也就是这个第3段是前面这段上涨的0.618的位置，往上的话就是133，也是一样，测一下，把这个空间尺，如果说到等比例133的话，7%，对吧？然后还是在200天和120天均线都在这里，所以说133就是它盘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压力位置。如果说能够力度的突破133，你可以再拿一拿，看能不能够回到上面这里，也就是140以上。我们刚才说了，140到148是它周线上中枢的区间，对吧？所以说，如果说能够突破133，你就继续往上拿一拿；不能够突破133，你就赶紧卖掉，因为它到了明显的压力的位置。这是往上，往下的话，那么一样，下面这个次低点109，从现在的价格到次低11%，如果说到前面这个99.8的话，19%、20%，对吧？就比较大，所以说它的这个盘后的话也是10%以上的震荡空间是有的，所以说也是上下10%，那么就可以利用这个来做这个策略，也是它在爬到了这个零轴这个位置，对吧？但是现在好就好在它这个张口还可以 ，MACD 的快慢线的张口还是不错的，张的挺大的。如果说财报能够给一个刺激的话，基本上能够冲到零轴以上去，那就有可能去到140以上了。就突破133这个等比例的位置，所以说整体来讲表达还是不错的。Airbnb， 好的，这是Airbnb 的一个分析。Amy 朋友问，在缠论里跳空缺口一般需要被回补吗？跳空缺口是这么来分析，我们可以简单利用几分钟说一下他问的这个问题。首先问的问题非常好，跳空缺口一般有3种，比如说一段上涨，它一般有3个缺口，这个在禅师在讲过。比如说这是第一个缺口，然后开始上涨，这都没有缺口，然后第二个缺口上涨，然后这是第3个，对吧？我这里画出来了，有3个缺口，这是第一个缺口，第二个缺口，第3个缺口。然后第3个缺口的这个名称是不同的，第一个缺口叫什么？突破型缺口。第二个缺口中继型缺口，第3个缺口衰竭性缺口。一般禅师只是说了一般的情况，在一般情况下，衰竭性缺口肯定是要被补的。通常来讲，中继型缺口也是要被补的，只有突破型缺口很难被补掉。这是禅师给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答案。所以说，如果说你看的缺口它是一个突破型缺口的话，那就很难被补掉，尤其是从底部起来的。但是中继的和衰竭的大概率是都要被补掉的。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可以看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上海的上证指数，它有一个缺口在998这个位置。我们看一下，它这个998这个缺口还没有被补掉，可能永远不会被补掉。这是在哪一年？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日期。上海的大盘有一个998的缺口，应该是在应该在2000年还是在什么时候有一个？我们看看能不能够看到那个缺口了。这儿呢，998我已经标出来了。我们看一下，它这里有一个缺口。找一下998那个缺口，这是在05年，然后我们看一下应该是要不就是周线上。好的，看这个
这个位置有好多小缺口，我们把这个图形上把它往上拉一下，然后把这个能不能放大一下？这是998那个位置，这是998那个位置哦，它这个可能是出现了这个复权。如果说复权的话，这个图形就出现了变化，因为在禅师这个文章里面提到过这个998这个位置，998这里有一个跳空缺口，现在这个图形上是已经没有了，但是呢，你看它这个缺口，这里也有很多缺口，知道吗？这里它有可能经过复权，这里也有缺口，对吧？这有缺口，现在的价格是在2400、2000，不知道它后面有没有被补掉。所以一般从底部起来的这个缺口的话是比较难被补上的。那么在上海的这个，我们看前面这里有没有缺口？所以不是所有的缺口都被补上，这个可以首先告诉你答案，就看是不是突破性缺口。好的，这是这个回答了你这个问题。我们再看一个小的票，叫 TWLO，Twilio，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熟悉这个票？之所以我知道这个公司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 Twilio 他们公司的这个业务跟这个北欧的一家公司，他们是竞争对手，对吧？所以说我知道北欧这家公司，所以说我才注意到这个Twilio。所以说，他们俩是竞争对手。那么他是今天出财报，这公司是干什么的呢？就是现在好多，比如说航空业吧，你买机票，那么你买了机票之后，他可能给你发个短信，这个短信就是这个Twilio 或者说我知道另外一家公司他们干的这个业务。但是呢，这些航空公司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公司有这种需求的时候，他们是去其他公司买这个业务的，对吧？有其他公司来管理。所以说他们是做这个的，就是 B to B 的。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图形上是比较有意思，它也是从最高点457呀，冲到了457，然后457跌到了41，对吧？那么41之后，这个结构是挺有意思。那么41之后，在这里横出来一个大中枢，横出来一个周线的一个中枢来。那么这次回落的话还没回来，很有希望出现一个周线的一个3买。这是出现一个周线的3买，这是底部做了一个平台。如果说你用传统理论来讲的话，就是底部做了一个平台之后，然后拔起来，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图形上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图形。但是那个公司的业务的话，我也是一知半解，不太熟悉。但是整体图形来讲的话，表达是非常好的。如果说能够出现一个周3买的话，对吧？那么如果说它要是上到这个200周，16%，对吧？16%。然后你如果说从前面这个最高点回落，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如果说到0.618，那就更大了，23%，空间是有的，对吧？空间是有的。那我们看一下，从151跌下来到这个最低点这个3买这个位置，看一下它的内部有没有希望这个小3买能不能够成型，还是说这个要被打掉，继续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继续震，对吧？那么它这个120周也快要上来了，120周也是从前面这里哗，如果说真的要跌破77.51，看能不能够在120周这个位置得到一些支撑。那么如果说要真砸到120周的话，25%，对吧？上下20%，这个票的这个震荡是非常大的，上下20%的一个空间。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从151跌到77.51，这个它这个内部结构，对吧？我们在周线上只能看到一笔，我只有降低周期才能看得更细，才能看到它的内部的那个结构是不是更清晰，有没有饱满度，我才能判断这个能不能够结束嘛。我们最终还是要判断这个下跌是不是要结束，它只有结束了，我做多才有可能赚钱呢。它如果说下跌没结束，你做多我们就亏嘛。它这里也是这个4月9号那天破坏了整个结构，它其实也是一个小五浪下来之后，然后给到一个2买，我们先这么画，我们说一下151下来3段，对吧？明显是3跟1被吃了，所以说开始出现反弹，也是一个，然后给了一个日线一个小2买。现在这段明显强，我们可以测一下这个空间，明显是第3段是强的，
对吧？突破了等比例了，已经突破等比例。然后如果说今天财报好的话，看看到这个120天有多少空间，10%，对吧？正好也是前面这个有过一次，它这里之前这次反弹也是在这个位置，就是110附近。如果说要回落的话，那就看它是不是要在这里做一个小中枢，然后再上去也可以。毕竟现在表达是不错的，多头表达还是不错的。那么看一下它的回落，前面这个小低点就是次低点80.9，空间17%，对吧？它的盘后如果说真的出现暴涨或暴跌，肯定都在10%以上，甚至20%，对吧？那么如果说再次跌破77.51的话，那20%，所以说也是，如果说感兴趣的话，也不要压单边，两边都做，这样的话哪边对了就留哪边就好了。好的，那么的话，有位朋友在问，我们看Robinhood， 哦，这个 Robinhood 是昨天出的财报吧？不知道昨天财报怎么样？昨天出的财报数字都是不错的，对吧？这个 earning 和 revenue 都是比预期的强的，但是今天也是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状态。那么在昨天财报的分析的时候，我们当时分析过，不知道你昨天有没有买入它，或者说有没有去去赌它？这个就是你如果说只是想做短线的话，肯定是去用赌这个词儿是比较正常的。如果说你投资的话，就是下来了我买一点，上去了我就减一点，基本上就是一个加减仓的一个动作。这就是你短线操作和长线操作的心态你就不一样，对吧？日线上这里是不够的，那么日线上其实它就要延续到这个最高点。我们把这个回落就给它清掉，我们把其他的回到1小时上看，1小时上这个回落是够比了。那么应该我们在昨天说的时候也说过了，它这是从这个起涨点29.67这个位置 A 中枢，然后当时昨天你问的时候应该在这个位置，对吧？那么就是形成中枢了，可以走 B 段。那么确实也是一个冲高回落。那么冲高回落，如果说你冲高，我多次强调就是，只要冲高突破了前面的小高点就可以卖，因为这个前高或者前低天然的就是一个压力和阻力。这个如果说你知道这个的话，你就操作起来其实不用太仔细的分析，你都不会太容易亏钱。你到了这个前高的位置，我先卖一点，我先减一点，怎么了呢？对吧？51附近。那么你没卖，它又下来了，你就做电梯嘛。做电梯，如果说你是长期投资的话，也没有太大问题。如果说这个公司整体的这个走势是一个缓慢上升的，你这个即使一次没卖出去也没有关系，只要它的整体走势是好的，就可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用3个维度选：基本面、比价关系，最后才是技术面。如果说你的技术分析这个很差，分析不到位也没有关系，因为它还有基本面和比价关系，保证这个公司在大周期上是缓慢爬升的就可以。所以说你看很多时候你不见那个巴菲特或芒格他们来，芒格虽然已经仙逝了，但是巴菲特马上又有他最后一次这个董事会要开会，你很少看到他去讲什么技术分析，对吧？因为他不用这个，他的维度就是基本面，可能还有比价关系，或者他这个，因为在基本面里就包含这些所有的这些这个财报，而且他也说过一句很重要的、很著名的话，叫什么呢？股市啊，短期是一个投票系统，长期是一个称重系统。这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巴菲特说的这句话。为什么这么说呢？短期为什么说是投票系统呢？就是说短期，这个上下，如果说他看着这个位置不好的话，他就卖掉，就是一般人。这是短期的投票系统，长期是称重系统。为什么叫称重系统呢？因为你那些技术指标，你那些财报的那些数字，吨位越大越好，对吧？你的这个现金流越大越好，你的盈利越大越好。所以说它是一个称重系统。所以说巴菲特用的是称重系统，你的小散户用的是个投票系统，你那么方法不一样，你看的指标不一样，你们两个人能够聊到一块吗？聊不到一块啊，对不对？就是鸡同鸭讲一样。所以说他用的是称重系统，那么我们大部分人用的是投票系统，对吧？所以说就看你用的是什么系统，首先要看。当然了，我们可以结合起来，我长周期看好的我可以用称重系统，
短周期的我可以用投票系统，你可以结合起来吧。给小散户的人，你如果说全都照搬巴菲特那一套的话，可能是比较吃力的。他那个吨位，你照搬，他这个投资理念是可以这个照抄的，但是这个具体的方法你可能就要变通一点了。所以说，你问这个可以买吗？你昨天这个位置有没有买？就在财报之前有没有买，对吧？现在他又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了，它是完全可以是在走离开呀，因为这个51.3已经是现在的一个短期的一个高点了，它完全是可以从这里直接走离开的，因为它这里是可以从51.3断开，51.3左侧。从这个起涨点一个中枢两个中枢，这虽然说高低点有接触，形成了一个扩张，但是也是一个盘整走势类型，可以结束了呀，可以走离开的。所以说你现在问买不买，那肯定不会在这里买，对吧？你要买的话，那起码这段要回来够比之后，现在回来上涨是够比了，但是回来是不够比的。你如果说现在想买的话，那你做的交易不是这个1小时周期的，你做的交易现在这个买点肯定是更小周期的。可能是5分钟、15分钟的，对吧？我们可以利用一点时间看一下这段，看一下这段的内部。毕竟这位朋友也是经常来我的直播，我们肯定要多照顾照顾。看一下这个46.18到51.13，它的内部结构有没有小周期上有可以进场的位置不？在15分钟上这段没有太明显的，我们看一下5分钟。5分钟上一个清晰的一个中枢。对吧？5分钟上一个清晰的中枢。那么从这个起涨点，这是在这震，然后啪上去了。我刚才说过，离开中枢，中枢对离开它的这些笔或者线段有天然的吸引力。你离开逃逸速度不够强，就会被拉回来。你虽然说看上去好像脱离的很强，但是又被拉回来了呀，说明吸引力更强啊，对吧？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先要想建仓的话，就是围绕这个5分钟做震荡，就是5分钟震荡策略。中枢上方减仓，中枢上方力度衰竭的时候减仓，中枢下方力度衰竭的时候加仓，就这么一个策略，对吧？所以说你能做的就是下来了，看一下到这个中枢这个低点这个位置，哎，够一笔了，然后再看一下它的次级别，也就是说这个是5分钟，你还要再去看一下1分钟上是不是有背驰，那这个位置是可以买的呀。然后现在又到了这个中枢上沿了，看到没有？然后也是顶到了这个120均线、200均线都在这个位置。那你如果说在这个位置进，我这个位置可能就卖掉了。这是为什么小周期操作？因为你做的就是一个小周期操作，很多人是这样，我做的是小周期操作，但是我想做一个天长地久的持有。我买入的时候是按照小周期进出的，但是我持有的时候想按照一个天长地久的一个持有，你这是错乱的，你的系统是错乱的。你既然想长拿，那你就不能看5分钟，你可能要去看周线的，对吧？周线这个位置是没有办法买的呀，因为它这里完全是在涨一周就结束了，就可以走反向。对吧？如果说你看的是想日线交易的，现在也没有办法进，因为现在它的内部结构已经有2中枢了。那么如果说你是5分钟进场的5分钟交易者，那这个位置我就可以进，但是我到了这个位置我就要买就要卖，因为你交易的就是5分钟。所以说一定要关注你交易的是什么系统、什么周期，不能说我交易的5分钟，但是我想拿个日线、拿个周线，你不开玩笑吗？对吧？所以说一定要有这个，它俩是对应的。你想拿一个长期的周线的，或者拿个3、5年，你就不能靠看5分钟。那你要先看大周期在什么位置 ，GPS 嘛，我就一直说大周期是 GPS， 大周期在什么位置？先看一下是在相对低位还是相对高位。现在在大周期上一个相对高位，然后你说要拿一个3、5年，你不是开玩笑了吗？对不对？那因为你在大周期上是在一个相对高位，它完全可以给你来一个先回杀50%，然后再拉上去。你这50%能够承受的话，你当然可以进。那大部分人是承受不了的呀。你为什么不在一个相对低位的时候进场，就是大周期上，然后拿个3、5年呢？对不对？所以说，现在只有5分钟的交易。如果说你要进场的话，然后，
这个我们再看一下，艾米朋友问想看一下大盘是吧？我们再回到大盘上看一下标普的，哎，又出来一个小高点，对吧？我刚才已经说了呀，1分钟都没结束，它不可能跌呀，对不对？我们刚才在开盘的时候已经讲过，现在是1小时，那这里有一个5分钟中枢，它连5分钟第2个中枢都没出来，连1分钟上都没出来，它不可能结束啊，对不对？所以说，交易难不难呢？也难。你如果说知道这些的话，你就知道该等什么；如果说你不知道这些的话，你就只能猜，对吧？在5分钟上 ，A 中枢出来了 ，B 中枢没有背驰，小 B 段不背驰，那这个里没有出现第2个中枢之前，你是不可能去做空它的呀，对不对？所以说，那么现在你这个艾米朋友问位置，不知道你想是减仓啊，还是说想问什么位置？不知道你具体的想问什么。如果说你想让我给到你一个100%的要回调的位置，没有，晓得吧？我们不知道100%哪个位置要回调，我只能跟踪，因为它是一个生长过程。这个走势是活的，很多人老觉得这个分析走势的时候，它是一个死的、一个固定的，没有的，它是一个活的，它是慢慢生长的。你如果说以生长的这个角度看待图形的时候，你就很清晰了，对吧？一个生长的东西，你能预判吗？一个小孩3岁，你说他这个人能活到80，没想到2年以后夭折了，对吧？你没有办法预判的。它是一个生长过程中，你只能跟，比如说这个小孩儿，哎，长到了，像那个之前那个罗马教皇，88了，哎，87.9的时候他住到 ICU 了。你现在说，87.9了，又住到 ICU， 好长时间出不来，可能大概率差不多了，对吧？有可能是身体有恶化了，然后有什么癌了、瘤了，对吧？因为他87.9了，又进 ICU。在里面待了好几周出不来，你从当下的情况观察它，哎，可能差不多了。没想到，哎，88的时候确实是走了，对吧？你是在它当下的情况做出判断的，它是一个生长过程中的。那3岁的时候，你能预判它能活到88吗？如果说有人告诉你，这个人30岁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能活到多少。你在现实中碰到这样的人，你觉得这个人是疯子还是傻子，或者说就一个忽悠骗你钱的人，对吧？那么在股市里面是一样的，我现在告诉你哪个位置就要出现回落的时候，那你这个人除了忽悠还是忽悠，对吧？你想问大趋势是吧？那么大趋势我们在周线上说过，关键的位置就是这个5773，如果说能够突破5773，看能不能继续往上走。那我们之前也是测过这个回落的。现在已经突到这个0.618了，这个反弹已经突到0.618，所以说在上面就是5773。如果说突破了5773，但是不能够突破6147，就是一个周2脉。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周2脉。周2脉的话，就看它这里是不是要，因为这里是有一个类中枢的，我们把这个类中枢给它画出来。周线上有这么一个类中枢。所谓的类中枢啊，就是这个是3段，就是它这个中枢结构没有那么饱满，就是3笔构成了这个中枢。这个中枢我们叫它类中枢。什么叫比较饱满的中枢呢？就是有5笔，5段，就是说有进入段，然后有离开段，是5段构成的一个中枢。这种中枢我们叫它标准中枢，对吧？所以说这是有区别的。类中枢说明这个结构简单一点，那么它也是一个中枢。如果说能够回拉到这个中枢里面来，那其实还在围绕这个中枢来做震荡。虽然说这个中枢看上去不是那么的规整，但是你也不影响，按照定义没有问题啊。它中枢的结构，你只要任何的震荡都在这个中枢的这个结构里面，它都是在做中震荡。你看到没有？这个能把这个所有的震荡给圈到里面的话，都是在围绕震荡。只要没有出现300或3脉，也就是我一直常说的，如果说反弹够比了，但是回不到5773以上，那就是一个3脉就下来。甚至是一个2+3， 2脉是针对前面这个6147是1脉，3脉是针对这个中枢，回不去中枢是3脉，不能够突破6147是2脉。如果说出现了这么一个位置，就变成了一个2、3脉重合，对吧？这就是缠论里面。但是现在反弹的非常强，现在是已经有4周了，现在已经冲到0.618了，看到没有？所以说呀，还是那样，我没有办法预测能不能够回到中枢里面来，我们只能跟。
那么在周线上现在还是1比，这个周线上还不够1比，在日线上是1比。你也可以用3段也可以，也就是说画到这里，因为跟其他的一样，4月9号那天的 K 线破坏了，那么你要把画成3段的话，它现在这样就这么画3段，对吧？3段的话，我们也可以测一下它的这个等比例是不是有等比例什么的。现在还没到等比例呢，等比例在5726，现在是突破的0.618，所以说这个第3段它完全可以生长到5726，甚至是200天也可以，200天也在这个位置，看到没有？200天还有120天都在这个附近，所以说5700吧，5700以上，压力是稍微强一点，但是目前也刚好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在哪儿呢？这个冲到0轴了，看到没有？这个 MACD 也冲到0轴了，所以说，但是张口张得很大，快面线张口张得很大，这是一个强势的一个表达。所以说，你要是大趋势的话，还是看周线上趋势更明显一点。那么就看它首先能不能回去，对吧？如果能够回去的话，看看能不能有回撤，给个2买，做2买，可能再打一个高点都可以，对吧？这因为2买前面这个1买，2买的好处是你有一个参照物，这样的话你不至于说是去，它的成功概率更高一点，做2买或者说做2卖。但是禅师建议我们做什么呢？禅师建议我们做3买或3卖。为什么禅师建议我们做3买或3卖？但是我个人的话是愿意做2买和2卖呢？因为它有一个参照物。但是禅师的建议我说一下，他建议我们做的是3买，或者说做3卖。因为对小散户来讲，他的原因是我说一下，3买或3卖，因为对小散户参与震荡，因为2买是震荡嘛。看到没有？这是1买，这是2买，这都是2买。2买是震荡策略，3买是趋势策略。为什么他建议小散户不要过多参与震荡呢？因为震荡浪费时间呢，震荡是浪费时间的，趋势是买了之后它就会再次打高点，或者说再次出现新低。这是为什么他建议小散户多用3买或者3卖的原因。因为你买了的话，它就趋势往上生长。你不用浪费时间，因为你的资金利用率就更高，这是他对小散户做出的一个建议。但是如果说你买不好的话，很容易买在半山腰的位置。比如说你发现这个位置了，它出现回落了，你觉得哎这个位置回不来是3买，但是呢你的判断有可能出现错误，你买到了一个半山腰这个位置，它还继续跌又回来了，你会发现哎我这不是3买吗？买了怎么又回来了，对吧？理论上的3买和你实际操作中辨别出了3买，它俩不对等，它俩不一样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理论上那个实际操作的时候，这个3买的判断是由你来判断的，但是理论上如果说这个3买是成立的话，它肯定要出现高点。理论的买卖点和你实际操作中的买卖点，它俩是不对等的呀。因为理论上的买卖点不代表你实际中操作中你一定买到那个3买的位置，所以说你要提高的是你对3买或对这个知识的认知，对你这个实操的认知，而不是说人这个理论不管用啊，我3买买进去了，然后又下来了，那你这不是，对吧？这个胡乱给自己找借口、找理由嘛。所以说，这就是3买点或者3卖点，你自己选。但是如果说你要长期做一个票的话，你是可以参与这个2买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实际操作的时候，震荡是大多数的时候，因为出现3买或3卖，它是前面要走一个比较厉害的这个单边段，因为大部分股票的震荡其实是占大多数。如果说你操作这个票是长期要投资它，长期看好这个行业，长期投资这个公司的话，你是可以参与震荡的，因为在震荡过程中，你可以更好的把你的持仓的成本降低，对吧？禅师也说过很多次，你唯一能够避开风险的就是你的持仓成本。你的成本够低，是零成本，你是负成本，那么你再大的回调又怎样呢？我只要不亏钱，我成本很低呀。打个比方，现在是最低点到了4835，但是我成本可能在3000多，那又怎么样呢？对吧？你虽然说回调了10%或20%，我是不亏钱的，那么我整体来讲是不惧你有出现震荡行情的。所以说最重要的还是利用震荡的时候把你的持仓成本降低，
降到0到负，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害怕每天这3、5点的这个震荡了，或者这个下跌也好，对吧？所以说持仓成本才是最关键的，而不要只关注每天那个几个点的一个涨跌。那么这就牵扯到缠论这个系统一定是3个维度来的。好的，还有最后10分钟时间，我们到11点就结束。我们还有最后10分钟，我们可以大家可以继续提问。如果说有关心的票可以问的，想问的话，我们可以简单看一眼这个最近这个黄金下来了，我们看一眼这个黄金，对吧？这个我们之前也分析过，日线上我们先说一下它之前的结构，复习一下。最后10分钟，看看其他有没有继续提问。从1800这个位置上来的话，是一个中枢、2个中枢、3个中枢，对吧？日线上黄金走了3个中枢，然后我们之前又根据第3个中枢分析3段，1、2、3段，然后第3段我们之前也测了，是一个 1.618 的位置，我们再测一下。当时我们在这个位置就测过它，是一个 1.618， 对吧？冲到了 1.618 的位置。当天冲到 1.618 的时候，这是4月22号，当天冲到 1.618 的时候，你可能是要减一点，但是可能不可能卖的很多。但是到第二天4月23号的时候，出现一个明显顶分型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减一点，对吧？然后当时好像有朋友问什么时候能回买，那我们看一下，也是从这个第3段的回落。那么因为从这个起涨点是一个1、2、3、4，现在只是一个4的回撤。如果说碰不到2956的话，还只是一个4的回撤，还可以有5呢。至于5是不是要再次出高点，不知道啊，你只能跟呢。但是现在判断的是4有没有结束，对吧？4结束了，那就有5。我们把这个第4给它画出来。现在4已经出来了，但是现在是已经跌破了 0.618， 看能不能去 0.5 了，也就是3166，对吧？3166这个位置能不能够撑得住？撑得住的话，撑不住就去3000、3001，都可以，哪个位置都可以。那么到了这些位置之后，然后等待一个明确的底分型，对吧？然后再看它的内部结构有没有背驰，这样的话就满足了我们双触发，那这样才可以进。那就说明4有可能结束，有走5了。5之后再看是不是有高点，有高点。如果不背驰的话，那可能有6和7，对吧？如果说有出了高点了，背驰了，那就可能再回来。那么这是已经是第3个中枢了，可以再做第4个中枢，对吧？没有说2中枢之后100%结束，那个是在做股票的时候，大部分2中枢以上就结束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就是2中枢结束的概率是很大的。但是在做期货，在做这个大宗商品，它的延续性强的时候，它可以是3个、4个、5个都可以。然后看这个，这位朋友问英伟达是吧？英伟达我们刚才已经分析过了，你可以，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英伟达现在是涨了3.96%，对吧？不知道你想问什么，但是英伟达刚才已经分析过了。英伟达大周期我们说了，它这里有一个周的中枢，只要86.62不被打破的话，这里就会生长出一笔来。那么现在看日线上也是3段，它刚好也是到了这个前面的小高点这里，对吧？所以说上涨下跌都可以，就是这么一个平衡状态，它现在就处在一个平衡状态，往上涨的话有空间，往下来也可以在这里做中枢。所以说分析来分析去，很多人觉得哎呀都可以，你这叫什么分析啊？跟没分析有什么区别呢？对吧？不是在这个位置我开始往里进，而下面你在哪里？下面2买的时候你在哪里？这个位置你有没有进？到了位置我该减了，不是说哎呦什么可涨可跌，对吧？那肯定啊，我在这个位置买的，我肯定要减呢，因为是前面的这里有个中枢嘛，对吧？所以说不是说可涨可跌分析都行，而是说你的仓位是怎么应对的，下面该买的位置有没有买，到了该减的位置有没有减，才等待这个位置我减了，继续往上再冲冲，那你手里有底仓啊，那么回来了我就把刚才减掉的买回来，
晓得吧？是这么个交易方法，而不是说可涨可跌都行。那跟没分析一样，主要还是你的一个仓位的一个配置，一个分配。这是这个英伟达。我们利用这个最后5分钟时间看一下现在大盘到什么了，还在往上冲，然后看一下5分钟上还在往上冲，看到没有？5分钟上还在走小 B 段，就从这个上涨一直在走小 B 段，就是前面是小 A 段，大 A， 一直在小 B 段生长，一直在走小 B 段。什么时候小 B 段这是有一堆 K 线，这里也可以当成一堆吧，相当于有2堆了。那么这里可以走小 C 段，什么时候回来？那么针对这个的3买，3买还没出现呢。你什么时候你发现可能出现一个快速下杀，出现这种啊啪啪啪一个什么消息出来了？哎，这时候不要慌，因为你去跟他一看，哎，这不还是3买吗？回不来，还可以买，可以再打一个高点，然后在这里再做一个中枢出来。这样的话，小 B 中枢也出来了，大 B 中枢也出来了，才有可能结束这段上涨。现在这段还没结束呢。还有4分钟，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比特币的话也是，今天也是出现了一个高点，把这个牵出来。那么比特币从这个74420，那么74420的之前的周期这个结构我们说一下，最高点10935， 10938，这是跌到最低点是用了一个5浪。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日线上跌了一个5浪，然后这个开始出现一笔反弹。现在从最低点74000涨到96000，都是一笔呀，现在只是一笔。我们是分析过它的次级别4小时的，4小时上有2中枢了，这里已经出现了一个 A 中枢，A 中枢还给了一个3买，然后上来，现在是在做 B 中枢已经出来了，4小时上已经有一个 B 中枢了，这是开始走潜在的离开。然后这里也是一个空中加油起来，对吧？在0轴以上起来的话，就看它的力度，看什么呢？就看这个，因为它的起涨点在这里92829，就这个是离开段。那么只有不要比这个进入段不背驰才可以，但是它现在价格已经出现了高点了，比前面的这个94668高，对吧？但是 MACD 并没有出现比前面的这段高的，我们现在比较的是这儿，这2段的 MACD 比较，前面的这个面积也非常大，快慢线的高度也非常高，但现在是价格出现了高点，但是这2个都没有出现新高，对吧？这是有背驰吧？但是问题是这段要结束，就这些整个结构要结束，你才能说哦 MACD 也背驰了，可能是要开始回落了。所以说现在关键的不在 MACD 上，而在这段内部结构。那么这段的内部结构，我们可以把这个从它的起涨点给它圈出来，看一下这段的1小时上在走小 B 段呢，看一下它的次级别1小时，对吧？这就是我们利用区间套92892，这是这个高量这段的这个进入段，然后1小时上的中枢给它画出来，对吧？在1小时上它又有进入段，然后开始震离开，对吧？离开段现在没有背驰啊，你看这个1小时上的离开，然后跟进入段比较，看看没有？这时候你一看，哎，价格有高点 ，MACD 快慢线有高点，柱子的面积比前面那个大，长度也在伸长，所以说1小时上走得很强啊。这个时候它就不会结束啊，1小时上这段还没结束呢，它就不可能回来呀，对吧？那么1小时上什么时候结束呢？那你就要降低周期了，要看一下1小时这个离开段的内部，但是它的离开段现在内部，你看它这里。我之前讲过简单的办法，这个已经相对饱满了，说过很多次，对吧？这个只要有3根 K 线并排的，这个是次级别或者次级别已经有中枢了，它已经有3堆了，
甚至前面这里，但这里是一个升级之后的。那么现在它表达的还是一个强势，说明它的小周期上动能还是很强的。那么这个如果说这段结束了的时候，它回来，哎，不回到这个中枢，还是3买呢，那还可以再往上走，也可以拉回来，说明这什么呢？说明这个离开这个就整个这个离开可以结束了。那么你还要再回到4小时上来。如果说这个离开段结束了，不代表结束啊，它4小时可以再回到这个中枢继续震。如果说这个中枢震出来9段，那么前面这个是不到9段的，那么变成进入段了，那么可以再往上走，再生长出来一个9段的一个大中枢。所以说啊，说来说去，走势都是一个生长过程中，你要降低，或者说你能切换到你观察的周期上，然后去观察它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才能够做出一个更理想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判断。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美东时间，但是最后可以再分析一个叫 Vincent 的朋友问，特斯拉，我们可以在结束今天直播之前，可以再分析一下，没有问题的。特斯拉也是，特斯拉在这个图形上我们之前说过，488跌到214，1、2、3、4、5、6、7，一个7浪，对吧？那么在模型里面我们有这个7浪衰竭和9浪衰竭，也就是说跌到第7段的时候，或者说跌到第9段的时候，你这个就基本上是尾浪了，不一定是7或者9都可以，但是它这里是7段，7段衰竭之后。哎，回来一次，开始在这里做中枢。我们也说过，看过这个裸 K， 它这个正好是在200天一个非常强的压力的位置，200天嘛是年线。那么上面这个是120天，它现在没冲上去，只有冲上200天，或者说站上120天，那空间就大了。那现在没冲上去，明显是被压在这里的，对吧？那么它也是可以再回一次的。所谓再回一次，就是它可以再回拉一次。比如说这里有一个中轨，那这里就变成一个2买了，可以再上去，因为这个214.25是1买，这样的话就有1、2、3段，对吧？所以说就是处在这么一个相对平衡的一个状态。那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个，因为它的财报已经出来了，所以说你要做的就是，那你想做它的话，你就需要降低周期，看这3段，因为它也是4月9号这天的这个K 线，那就变形，哎，第一笔到这里。回落到这里，然后现在是第3笔，你用这种办法，那就是一个1、2、3段了，对吧？那么我现在看的就是这个第3段有没有结束，起涨的点222.79，我要看一下这段的一个内部，我们看一下它的次级别1小时。好的，我们把这个起涨点再标出来，222.79。是我们高量的这个，对吧？它在1小时上，这里1小时结构给它画出来。我这里应该有这个，这是之前画的，我们把它清掉。然后我们以222.79作为分隔点，我现在只观察它的这个右侧这些，只观察这些 K 线，对吧？那么1小时上呢，这里是有过一次回落，然后再次上去。又有一次回落，再次上来，这就是1小时结构了。那你就清楚在干什么呢吧？22、1、2、3、4、5，再走5浪呢，对吧？可以是再次突破这个294.85，突破294.85之后，看有没有背驰嘛？看看能跟这个第3段比较有没有背驰。有背驰的话，就5就结束了。5结束之后再回来。回来这个里做中枢，看能不能再上去，或者说是5浪上去了也可以结束，然后走反向，走大周期上出现一个回落，也就是日线上要出现一笔回落，对吧？所以说怎么选啊，就是市场的事儿了。你怎么选，那就是你的仓位配置的事儿了，对吧？然后你想做的更细呢，那就是降低周期，去看它更有周期的1分钟、5分钟上，跟我们刚才分析其他的是一样的。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参与，下次再见。